Hello，大家晚安。来，我们测试一下哈，看一下大家看不看到我的画面哈，看来应该是 OK 的。那我们直接一开始就来讲一下哈，刚刚有同学问这个什么，这个8069有没有？你说周线 IO，但是它的 IO 的位置，如果是你要吃在这个位置，我不喜欢。但是你说这个周线有没有慢慢的价格在往这边走？有，所以你其实可以期待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东西把它突破上去。但是不是在这里吃哦，这不是我会喜欢吃的位置，应该这样讲，这样好不好？那有同学在问几只股票，我就把它叫出来给大家看。第一个有同学在问这个台塑的周线哈，我今天没有单，因为今天我错过早上以后，我后面就懒得做了。这样，那前面这里这个破底翻，这个周线我觉得 OK，大边界也都有，只是你心中就要有一个底哈，哪个底？这个下影线接下来的打击区域，其实你就是这个宽宽的，有没有？就是像这样子，所以这些区域你就是你心里要有个准备，就是可能会在这边晃个几天，晃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会几天，但是心中有个底，它会在这边整理一下子，这样好不好？然后呢，再来，刚刚有一个同学问这个，他问这只，我看一下哦，他问303660K 是不是做完破底翻后，现在准备观察是否做空方的互换？来，我跟这位同学说哈，不是这样子看的。你的脑袋不要想说，哦，这边做完做多的图，待会又是做空的图，一下做多的图，做空做多，做空做空做，哇，你会疯掉，你一定会疯掉。不是这样看，既然你要做60分线，哦，各位请看我的荧幕，你要做60分线，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这个我们讲很久了，往上怎么样？看一下日线的规格，所以我就往上看一下日线的样子。来，日线两条线，现在比较接近哪一条线？你说老于这里啊，上不去啊，哦，空 ，no。我问你哦，你有没有亲眼在这边看到，应该直接蹦蹦蹦下去，却被对面的力量收回来，对吧？啊，你前面在这边不空，这里有好多天，这里好多天，人家告诉你上不去，甚至它还有这种边界的样子，有没有？假突破这样，你这边不做，啊，你在这里做 ，no。所以现在跟什么空方互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要想那么多。啊，你说他不能做空，那我就做多咯，也不行，好不好？不是这样子的。然后给这位有一位陈同学跟前面这几位哈，来我讲一个东西。有同学在问的问题，包含你说哦，例如说你说这样子接刀的时候，是不是第4次比第3次更不适合接？我如果可以事先就知道第几次可以接，那我就不用在这。没有人可以事先知道第1次可以接不接，第2次、第3次、第4次、第5次、第100次，没有人会知道。所以，而且每一次回来的样子，可能可能某一只股票第2次回来的样子比较美，某一只股票第3次回来的样子比较美，谁会知道啊？所以给这个陈同学把你脑袋里面这种求标准答案的想法完全拿掉。外面要是有老师跟你说，哦，这边要几次怎么样，那都是唬烂的。为什么？他最好知道要几次才能干嘛？怎么可能？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这样讲比较耸动啊，就觉得他很厉害啊。我呢，我不知道，我永远都不知道他几次会发生什么事。我都是要在当下，我要看他来的样子。我找一个来的样子不好的。刚刚有同学问到这只富邦煤，同学问说，这个日线跟周线是不是都是一个聪明摸的边界？来，聪明哪里有聪明？一点都不聪明。这个头一直掉下来，然后底下平平的，一点都不聪明。什么时候会变聪明？如果我这边借这根 K 棒当举例，如果这边出现一个这样子，哒哒哒哒哒，平的打破了不该跌破，跌破又回来的隔壁，如果出现这个，你跟我说聪明摸，那这个我接受，
因为它是跌破了从8月份，有没有？8月份以来的这一段的低点。各位有没有知道我讲的差异？这个叫隔壁，这个叫聪明摸。注意是隔壁，不是当同一根哦。你不要看到说老于说这样可以吃，结果同一根就吃下去，是隔壁，好不好？那眼前这个有出现吗？没有，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好的交易的位置。这样好不好？有同学说如何强迫自己到目标价就宽心的出场，这是个好问题。如何强迫？如果你需要强迫，代表你本质上还没有接受目标价这件事。这样，如果你接受你的目标就是做到这就是我当初的计划啊，对吧？那代表你最心里面最深的深处，你是想要我赚钱还要再赚更多啊？趋势还没结束，我干嘛自己走？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趋势在这边就真的结束了？所以你几天后才在惋惜说：“哎呀，我怎么没有走？”对吧？所以你必须要很轻松的去做一件事情，是抉择跟接受。我没有办法知道目标价出场以后是涨是跌，那是后面的事。但是你可以做抉择，这样好不好？那刚刚我好像还有叫出这个我讲过了，好，讲过了关掉。然后呢，好像还有同学叫8069，好，刚才讲过了。哦，对了，今天蛮夯的股票就是这个电子股在跌，然后那个航运啊全部都大涨，好不好？尤其是像万海这种，哇，直接一根上去。我只要记得没错的话，我好像在这一根的时候，我有翻了一个亚当，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你有没有跟到直播？当时我就这样翻，咚咚 K 棒对起来，我就说，哎呦，可能会来到前一波这个除权息有这个套牢区域，这样。那现在是不是到了？那你说，哎，今天涨停很凶，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再出去？有可能啊。那有没有可能这边出现震荡或回档？也有可能啊。那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嘿嘿，我不知道。所以这个刚好就可以拿来讲刚刚同学问的，你抉择，例如说你要59.6出场，出啊，你就赚，你从40几块赚到59块，够了吧？那如果你不想出场 ，OK 啊，那你的计划是周线的赌啊，那你就要接受中间的震荡跟回档，不然呢，好不好？来。那这个万海其实前一段时间，你说最近哇狂喷，追高追在54的人，你看昨天追的人哇，今天赚到59，哦耶！你知道昨天追的人，我们都帮他拍拍手，因为我们在底下40几块有好多同学有吃到很漂亮的单子。这个底下的这个图很美啊。如果底下这个不叫周线的破底翻，什么叫破底翻？这个它就是下不去啊，怎么样就是下不去啊。对吧？好不好？那我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啊，好，所以不要问我明天的。那我们开始来看一下其他的同学哈。1440昨天买入15.8，观察周 K 有互换，看一下1440 15.8周 K 有互换，周 K 哦。好啦，勉强可以。为什么我会有点卡的犹豫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有点这样子，而且是前坡已经整个喷了一大段，有没有？现在这个日线哦，其实刚从大跌皮球，这个皮球有点像是从3楼跌下来，有没有？它才第一次弹，你在这边就接了，有没有？才第一个反弹就下来，你就准备吃了，不对，你已经吃了。那这个是我可能会喜欢多等一下啦。如果你已经吃了，那就是防这个边界啊，就只能这样子，这样好不好？有同学说选择权买方好难玩，请教有没有比较稳定一点的方法？选择权连亏10单，选择权买方本来就很难玩啦。它的获利的次数本来就不高啊！你买保险天天都会理赔吗？你买保险的目的就是偶尔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的理赔。
选择权就是保险，所以保险理赔的频率当然是低呀，这样你可以理解吗？只是它一旦理赔的时候金额会拉起来，大概就这样。而你这样子讲说有没有比较稳定一点的方法？我是要如何跟你一句话讲完？第一个我不知道你怎么做的，第二个就算我知道你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你的个性如何，有没有好好去执行，就这些都我很难一句话讲完啊，对吧？好，那再看同学问4743，好，可以刚好看到4743合一。日线是尖尖的隔壁吃吗？周线可能可以，我看一下。哇，这有点尴尬，因为你说它有没有尖尖的？有，这样子。你说它有没有尖尖的？有，的确有尖尖的，只是它这个尖的样子有点，有点讨厌。它也没有真的杀很深下去，这样再起来。那有啦，所以你真的要讲它尖尖的隔壁，其实算过啦啊，就只是我看了一下大刻度，有啦，在边界上哦，那就只是它的图我没有很喜欢。你看它的图，它就一直在这种地方鬼混，甚至前面这个东西是构成我在这张图上面没有很喜欢的主因。这个我不喜欢的是在我的对面有这么强烈的这种卖方，然后把它卖下来。哦，前一段时间的那个万海，我之前当时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刻，大概就有这种概念。来，你看一下这个日线，这一天，我说我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这一天就代表哇，好多人把它市场把它敲下来，有没有？然后你看下来，然后后面就哇跌一大段下来，这样子。所以我刚刚那个我其实没有很爱啦，这样好不好？有同学问我今天没有做，我今天没有做单，我今天错过，我本来预计早上看能不能回来这附近吃，就没有吃啊，所以现在我都没有打算下任何的单，我今天是空手，目前这样子，好不好？然后同学问说3714日线吃今天尾盘是可以吃的吗？3714日线哦。吃今天的尾盘，为什么今天的 K 棒涨价你还可以吃？今天的 K 棒它连这个底部一次都不应该破，你知道吗？一次都不应该破，虽然它有拉回来，但是你尾盘吃正好撞墙。如果是你是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对吧？如果我是你，我会再多等1天或2天观察这边，因为眼前这根 K 棒我看到的是不应该被跌破，不应该被整个吃下来的下影线被跌破了，虽然有回来，对，但是它还处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整个的力量其实还在，这样好不好？好，同学要看6231 60K 被嘎掉，好，我看一下，哇，大家其实蛮认真做股票的，6231。然后等一下，6231的60K 被嘎掉，你守232，你是指做空对吧？你做空在哪？你会防守到232，你守到这里，你是做空在这里吗？你做空在大概226吗？如果你是做空在226、227，喂，你下单以前的这一根是不是一个很凶的 K 棒，大 K 棒往上涨，对吧？你下单的这一根你想想看哦，你注意，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各位注意看市场的力道，本来出现这么强大的上影线，这边应该根本连涨破这个边界都不行，一次都不能涨上去，结果你做空了这一根，你是空在起跑点在下边界，然后实心 K 棒一路往上撞的火车上，所以你简单的说，火车往你冲过来，你正好跟那个 Inception 一样，你是躺在铁轨上的，你要自杀哦，喂，
你有等它在原地变弱吗？没有啊。什么叫原地变弱？来，这种 K 棒叫原地变弱，所以它需要在这边上上下下停住上，然后弱掉，还在这边，这个以后才是你的东西。所以你太急了，这种如果你是平常在我训练的那个群组里面打这种单子，就会被我吊起来打，好吧？这是绝对不能做的，而且很显而易见是 K 棒的样子就是很凶，很凶的 K 棒，等一根隔壁再说，很凶的 K 棒，等一根隔壁再说，来跟我念一遍，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聊今天的这个吊打。我们现在聊今天的主题哈，今天主题是这个，刚好像有小纳做空是不是啊？16875，好，最后我看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空单我有兴趣。你说做空在哪里？5分 K 哦，19点哪里？15分哦，19点，你做空在这。如果你是空在这一根的隔壁这里，我给你过。如果你是空在这一根太摸，因为这个的前一根很凶哦。如果是这样，好不好？好了，那我们来聊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这个，我把投影片调一下，这样就看得到大家的留言了。2条线加尖尖的加躲后面。如果你是今天才来跟直播的同学，请你回头去看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的2次直播影片，因为我们应该讲在更早以前3次的这几次的直播影片，我们是照顺序的，从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看，只看裸 K， 一路到找边界，到边界乱打1，到今天的边界乱打2。而这个边界乱打2其实是我们交易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到最后我所有的出手几乎都是以边界乱打2当做一个出手的瞬间的那个图形。但是并不是只有这个东西就可以做，我要先讲，好不好？所以请各位记得这几件事，2条线尖尖的跟躲后面这几个东西，把它记在心里面，好不好？来，这是我们小编帮我们做的图。我们的标准图有几种，这个图一个是这个位置，一个是这个位置，对吧？一个是破底翻的，一个是互换的。好，那打击区怎么定义？我们要先想好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接刀？接刀是这样子来，例如说眼前的5分 K， 眼前的这个5分 K 正好就是一个接刀非常好的定义。什么叫接刀？来，接刀就是这样子。当 K 棒K 棒在这边，它的正左边，注意听我讲，正左边没有任何 K 棒，所以子弹从这边射过来，你是不是第一个？这叫做接刀。所以简单的说，如果你是用这种角度，有没有人在这边接刀？昨天这段下跌的过程中，如果你把我的想法想在这边子弹从这边射过来，这个地方这里，老于这根 K 棒的17020这里可不可以买？不行，因为子弹射过来，这一根 K 棒是接刀。如果你要买，你昨天买在这里，如果你买在这边我就给你过，虽然后面一样被打掉，但是这个我就会给你过了。为什么？因为它还有这种大边界整理尖尖的这里，这个我会让你过。但是如果你是直接吃在第一根上，不行。来，那考试，请问这一根的这个价格17010到17015之间，可不可以做多？我可不可以买在这种地方？答案是不行。再下一根。这里的可不可以买？不行。这里的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买？只要左边没有 K 棒，你怎么样打死都不要买。我讲的是正左边，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老于间隔这边有人挡子弹，子弹过来了，然后挡住了，所以我躲在他的后面，中间是空的，这样不行。它一定要粘在一起，那个粘在一起超重要，好吗？所以那个。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躲后面的这件事情。好啦，所以我们不要当第一个垫背的。我调查一下，我们现在这边有将近800个同学帮我举手回应一下。你过去像这样子直接接刀都死一大片的，举手一下。
我连脚都要举起来了。我以前是这么做的。这种无脑，反正就是你以为它跌得很深，不是跌深就可以吃呢，跌深不代表可以买，这完全是两回事。你说这招我怎么知道的？坦白讲我不知道这个就做着做着就突然间想到说，我还是躲后面比较好，就大概是这样。而且我以前会这样子下来没有停损，就还摊平加部位做多，再加2口，再又赔更多，再加2口又赔更多，然后全部可能4口5口一次亏损在这边，那我可能在前面这边就在做多，然后一大堆赔在最下面。我现在讲的是我以前亲身经历的样子，就是长这样。那因为我太痛，那都是真钱，以至于我痛到这辈子不想再犯任何一次的这种错，很恐怖，好吗？所以千万不要做我刚刚讲的这种事情，好不好？廖大的接刀是什么概念？它不是老于教的吗？你完全搞混了，我们的交易法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廖大也不接刀的，好吗？他也不接刀，我们没有人在接刀，我们还在跟你讲说那个皮球下来会这样弹，我们怎么会是接刀呢 ？OK， 好，来，有同学说以前都是赚我的钱，好可怜，我以前钱被赚走好多，这样，好来，那我要继续来讲什么情形下叫做尖尖的隔壁吃？意思是这样子，假设我们先看图破底翻在这边，注意不是破底翻在这里，然后看到破底翻在这里吃，没有人要吃在那里不行，不能吃在上面。我们唯一观察的点只有在假设这个数字是30，所以那就是在30附近上下一些，就是在这附近观察。如果涨到50，我就不要啦。它都已经从这边涨到这边了，这已经跟这个东西完全无关，这样好不好？有同学说本多终胜法，的确啦，但是问题就来了，市场上是有几个人真的有那个本多？你懂我意思吗？是有几个人真的有这样子？你的确一直摊下来，只要你摊的股票以后有上去，你一会赚钱如果你不小心摊在200-300块摊到宏达电，200-300对于1300的宏达电来说，200-300已经够低了，那就跌到100-200，你再摊一次，结果呢破100，跌破100到30，再摊一次，你要摊到什么时候？重点是这个未来要上去，你懂意思吗？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好不好？来，所以什么叫尖尖的躲后面？我们很明确的说，我找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同学说隔代冲，来，我们的交易是不是要这样子？是不是要永远要先画出2条线？所以如果你是在昨天的这张图，请问你这根 K 棒跌下来，这时候你会怎么画2条线？来，我们从前2天教的一路过来，第一条线画过去，第2条线东画过去，对吧？2条线，对不对？那2条线下杀要不要当第一个吃？不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练边界乱打2，边界2的目的就是只要有画出2条线，这个区间不要太窄。等一下我会讲到区间，所以不用担心，不要太窄先听我的举例就好。当有机会躲在这个下影线的下半部这一段，整段都可以吃，连最低点都可以吃，这叫做边界乱打2。注意眼前的这个不是正规交易，我要先讲这个还是练习阶段的事情。我们过去第一个阶段是不是练接刀？边界1直接接刀，对不对？记不记得？所以在这个地方出手就是边界乱打1，我就是要你接刀。那边界乱打2，我们就是要把那个接刀的动作延后一根就好，就一根。是不是标准图什么的都先不关你的事，那个满足区怎么出场都不关你的事，反正只要这根隔壁，注意听
隔壁这一段从17025，总之这个最低价一直到35上面大概这附近，总之这么大的框框，在边界乱打1刚过渡到边界乱打2的人身上，你都可以打。所以你打这边给你过，打这边给你过，打这边给你过。但是随着你练习的次数慢慢变多，我会要求你把这么大的打击框慢慢缩小，缩到只剩下在哪里？只剩下在关键边缘这附近，只有这边我让你打，只有这里。也就是说，我放很大，你想想看哦，隔壁这根 K 棒的开盘在这边，然后呢，如果价格是有下来到这边到17024或23这里，让你吃得到，请问你吃到的瞬间，价格的动态是往上还往下？你吃到的瞬间，其实力量是往哪里走？往下冲不然你怎么吃得到了？因为你是在这个最低价对吧？所以我要求大家的是，慢慢，你要把你吃最低价的这个习惯改掉。我不要吃最低价，我不需要吃最低价，我只要吃在相对稳定的价格就够了。这个想法其实我帮助到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因为喜欢摸这个最低价。来，我再调查第二件事情。过去你曾经常常摸这种 K 棒下影线的最低价，摸完下一根直接蹦就下去的，举手，有没有？刚刚不是有一个同学问我哪一只股票，他摸60分 K， 摸前面那个上影线最高价，而且他还是没有子弹挡的，有没有？第一个直接就中了，对吧？我先讲哦，这个情形下的停损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停损不重要，就是这个边界以外，所以你就是这个价格外面随便一个价格，因为这个时候还不是正规交易。我先讲哦，所以眼前的练习它还不是正规交易，虽然以后可以拿来用，但是它必须要搭配其他的拼图，不是只有今天这一块，好不好？所以就是刚刚下不去的边界的外面就是这个最下缘，假设这个最下面的价格。我精确的看一下哈，这根的最低价是22.25，那就是22.25以外，可能就20.25随便啦，那个价格不重要，好不好？所以我会看到的是你的出手点，你就会出手在2条线，你一定画得出2条线，你才有打破的这一段，一定是这样子，可以吗？那边界乱打2的1/2就是第一阶段，是打击框框这么大，然后等到后来你的打击框框就要像这样子缩在这中间里面，因为这才是我们到真正要衔接到正规交易的时候你所需要呈现的样子。简单的说，我会希望大家的打击是打在关键边缘上，这样了解吗？打在关键边缘上。有同学说 Jack 为什么好久没上片，是不是心态有问题？没有，他是懒得录。他为什么懒得录？因为他最近在帮我整理，我们在整理我们群组内的东西，我们花很多心思。等一下有一些东西可以给大家看就知道了啊！靠 Jack 你直接讲出我正在讲的东西，这7天感应很恐怖呢，好不好？所以同样的道理，来你看哦，来，老于。我如果你知道吗？光这个躲后面这个大绝招，老于，我想要做空，我觉得这个空单可以做哦，空单。所以当价格来到你喜欢做空的边界的时候，要不要第一个吃？不行，不要，对不对？不要第一个吃。但是一旦这个边界让你画得出2条线，边界长这样子，隔壁第一阶段的大区间这边都可以吃，说到第2阶段就是你只能吃在差不多，就刚好跟这个眼前的这个位置差不多，就大概是在这个边界上这样。所以呢，以这一根的最后这个干净边缘，我所谓干净边缘就是指影线跟实体 K 棒的这个交接处，这里以这个为中心点，上下一些多少是几点，是几个价格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些这样，好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会是你的打击区。
各位你看哦，我虽然说这个不是正规交易的样子，但是其实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已经慢慢变成是风险相对小？我做空在这边总是比做空在第一刀刚上来的第一刀好，对不对？来，你说老于股票，你说这个是你熟悉的小纳哦，来，各位，请随便丢一个人丢一只股票上来，我随便看。哦，好，9921，刚刚同学看到巨大，来，巨大的日线，来哦，请问你今天这样可不可以直接接刀？不行，对吧？如果你要在这里接刀，来这边下来，需不需要第一刀？不用第一刀吃，有人帮你挡子弹，有连续好几天停留在约略的边界上，这是不是就是比起原来的那个好？有没有同样的道理？那你说老于这边下来，我要不要吃第一刀？不用，隔壁有不需要吃第一刀的地方。旁边同学讲很多股票，来我随便看哦，5871，来哦，我们看一下，你要看周线还是日线？如果你没有讲，就是日线。例如说，日线跌到这个下面的时候，今天的盘中在这里，可不可以直接吃？不行。甚至这张股票，其实如果你吃在这边，我会被我念，因为你吃的时候是很快就撞墙。这一张哦，这个互换有点尴尬呢。你说有压也算，有时候有撑也算，这尴尬了。好，来你看哦，下面哦，来注意看，股票价格在下杀的时候，不用第一个吃，你看后面有不需要接刀的吃。股票下杀不用第一个吃，有躲后面的吃；股票下杀不用第一个吃，有躲后面的吃。有没有看到？好，来再一只股票3454周线，来周线有没有东西？都一样啊。例如说你要做空好了，做空你不用第一刀，有第二刀在这边，你们不用第一个吃。对吧？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光躲后面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让你省很多钱。你觉得它涨太多了空，但是你不用当第一个空的，你有一大堆时间可以躲后面，对吧？好，来再来00919哦，好。你说老于 ETF 可不可以啊？来 ，ETF 我要趁机给大家看一下哦。如果你手上有00919，你真的要在这里继续加码吗？或是空手要进去吗？真的吗？我先看这个相对位置，这个位置是我完全没有任何兴趣的位置，这样好不好？那你看哦，连周线都有，日线好了。这个日线我不喜欢吃在这个，它应该这样讲，它前面都已经长这样子了，有没有？它没有经历过一大堆整理以前，这边我会很久都不理它了，这样好吗？很久都不理它。那你说躲后面来，上面一条线，底下这条线会画出来，应该不会意外吧？那么对不对？连00919这种 ETF 一样啊，下杀你不用第一个接，后面有一大堆机会让你躲在人家的后面，有看到吗？好不好？然后再来6770，都一样。哦，来，这是一个好案例。请问你，我今天如果吃在这个价格，我今天在这附近做了任何一张股票的多单，我买任何一张，请问你，我买在这个框框内是不是接刀？我们的定义很清楚。吃单的正左边有没有东西 K？ 有没有 K 棒？没有。所以如果你今天吃，就是猜，超级明确的猜，你赌这个东西会成功。我也在赌，但是我不想要当第一个赌的人。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玩过那种手机游戏，或是电脑游戏，都会有分那种法师，有没有皮很薄，然后攻击力很强。或是坦克拿着一个大盾牌，然后在前面挡子弹的，有没有？
在交易市场上面，我永远都不喜欢当那个挡子弹的人，因为挡子弹的人手骨就粗啊，手骨要很粗啊，手骨就粗我在讲什么、啊？我刚刚到底讲了什么话啊？刚刚口急了哈。总之，那个要血很多的，要本金很多的，要大胖子才能挡在前面，我不要。我让大胖子在前面帮我挡子弹，我躲在他的后面偷偷的射人家，这样就好，好吗？所以这根这样子是一个，虽然有2条线，但是这个是一个接刀的单子，不行，好不好？如果你真的要吃，你好歹等他这样子的隔壁会好很多，比现在这样好太多太多了，这样好吗？来，所以永远都是先，对，莱因哈特没错，永远都是先让别人先挡，那我就躲在他后面射，这是我的初衷。各位，如果你有去念《孙子兵法》，你知道孙子是很贱的人吗？我用贱来形容他，他不是聪明，他是贱，因为他永远都用最省力的方式，然后做到最大的效果，让地形帮他的忙，有没有？然后，你去看我们从小到大看那个《三国演义》，诸葛孔明借东风，他摇着扇子就可以把一大堆赤壁的船给烧掉。他动这个，他不动武力，然后只有张飞在前面拿着那个长矛在冲，对不对？这样好不好？如果接到的那一根成交量很大，没有接到的这根成交量大不大，不关我的事啊。我唯一的判断条件，来，唯一哦，就是我吃单的正左边有没有东西。但是我要先讲，我还是要再讲一次，眼前这个动作，它只是在帮助你不要接刀，但是它不是完整的交易法。完整的交易法还要考量到位置对不对，惯性对不对，图对不对，甚至还要考量到什么亚当满足区在哪里，这里是不是对方的满足区，还是什么东西的，我需要整套拼起来。所以大概大家一路可能听到明年1月过年前啊，2月过年嘛，过年前应该整套会听得完啦，因为1个礼拜1次嘛，这样好不好？来，再来，股票都一样哦。同学说2409，好 ，OK， 2409，友达来。哦，你看友达有个好案例啊，前一段时间你画了出边界，边界下面来了，下杀第一刀不要吃，你隔壁这个人躲在人家后面多聪明。如果你是喜欢做空的，关键边界，这个是边界没错，对吧？边界上不去，这边也上不去，你需要当第一个空的吗？当第一个空的那个心理状态要很强呢，因为你会很担心、很害怕，怎么办？哇，好恐怖！要是随时有变动怎么办？当第二个呢，躲在这个人，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么宽大的打击区，你躲在这附近，有人帮你挡掉这些子弹，躲在后面，这不是很棒吗？有没有？所以你仔细去看所有的交易，包含天然气。来，我也要讲天然气，因为来天然气的日线，请问你日线的边界区域下杀，我这一天的这个区域可不可以吃多单？不要，我等它变成尖尖的隔壁。你自己看嘛，我们的打击区不就是在这里吗？这在小时 K 应该更清晰可见才对。来，小时 K 也来啦。关键边界这个东西，我们看到躲后面，所以很好玩，对不对？好，那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天然气现在日线涨在这里，对吧？它的周线其实相对起来是个很美的位置，而且以周线来说，现在正好是这一周的躲后面的边界。这样好不好？周线这个长期这样看还蛮美的。OK， 所以你看到我们放在 ETF 可以这样子用，对吧？所以我帮大家收敛一下，来，第一个动作，上边界下边界画出来。你喜欢做多的人，你观察的就是下边界，尖尖的躲后面，绑出手。下一次尖尖的躲后面，绑出手。下一次尖尖的躲后面，绑出手。这样，你就是要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你在边界乱打2的时候，你的出手哦，注意哦，出手必须要想办法维持在一个水平面上，所以它需要这样子哦。注意听我讲，如果是这样，上下上下破了，吃，又上去再回来，又出现这个吃。如果这边是这样子哦，下去又回来了，这里可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吃？不行，它需要由上往下的这里才又是你的。有看到这个动作吗？这个动作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他都以为说哦，边界来了，所以上下吃，结果下去回来这边他照吃不误，不行哦，因为这个位置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是空方标准图的位置，不行，这样好不好？它需要重新的从这里来到这里，而你看到如果出现这样子，这不就是什么图？老于，这不就是我们的破底翻吗？没错。所以边界乱打2，来，我要讲一下，它就是在盘整时期让我们去抓边界的这个地方用的。而这个地方如果这样破掉了，太棒了，破掉再回来的这个位置，你一样拿出边界2，所以你把这边这个能力，你把它拿来这边用，一模一样，它的隔壁这样子吃。那这两个单子差异在哪？哦，有差异，一个是只有2条线尖尖的隔壁吃，一个不止2条线，它甚至还有什么？还有破底翻的样子，就是这边破底翻的样子。所以这个单子成功的几率通常会比这个来的高。我只能说通常，我没有办法保证，好不好？其实在交易上面，我们就是在等待那些几率对我们偏高一些的这个时间点来下单，我们就是在等这件事啊，对吗？所以我们讲完边界乱打2的这个尖尖的隔壁的下一个阶段，我就是要大家去练习标准图的辨认，因为一旦标准图的辨认开始出来以后，你就会开始习惯什么？这边上去以后回来的这个位置，这里尖尖的隔壁，对，再拿出来用，就这样子。而正规交易就会是打在破底翻的这个位置，这样。所以今天还不是完全正规交易，但是已经可以用了。那我来讲解一下，我常常会吃一种单子，就是我之前常常吃给同学看的，就是我们讲的2条线画出来，尖尖的隔壁，尖尖的隔壁这个我叫做聪明摸。什么叫聪明的摸？你已经不是下杀的第一刀了，你已经有整理出，在你要预计吃单这附近整理出一个盘整出现了。那这个盘整出现，我还有耐心等它由上而下，还真的打破。曾经有一根 K 棒，直接把这个地方整个打破，理论上应该引发连锁效应，把这整段的 K 棒给蹦带下去，要引发一大堆停损啊，对吧？这个要停损，哇，全部都要停损啊！门只有这么小一个，所以大家要停损，就是全部往下冲下去，对不对？该发生却怎么样？没发生，变成一个下影线收回来，那这不就是我要测试的边界吗？我称之为关门放狗。对，我就很喜欢当那个坏人，你知道吗？在市场上你不要当好人去帮人家撞墙，帮人家冲破那个城墙，你要花的代价是很高的。我最喜欢等人家困在里面，这个我之前讲过，在英文有那个 trap， 就是困住的意思。我就是等有人掉进去这个陷阱里面，然后还自己把土盖上来，还自己把它埋起来，我就趁机挖一些土，帮忙把它盖起来。耶，拜拜。这样，好，我们上缘再见。什么叫上缘再见？
这些人通常会凹单，一路凹到上缘，然后会喷出的时候，他们才会停损。他的停损也是我的出场，他停损出场啊，我停利出场，耶，这样，这是我最常做的事，就是关门放狗，这样，就是设陷阱就对了。所以我们平常在市场上面，我总觉得我们比较像猎人，不是那个永远无法完结的猎人就是我们就设好陷阱，挖个洞给他，看有哪一只笨笨的动物跳进来，自己把自己埋起来，我就把它抓起来，就大概是这样子，这样好不好？然后有同学问说，周线是关门的吗？黄金，好，来我们看一下。我既然讲到关门，黄金周线周线其实这个边界还不错啊，周线的边界还不错啊。不过日线尴尬了，因为日线我看到的是这个力量还在往这边走，然后这边是平的。今天这尴尬了。你说这个边界是不是边界？是，而且是很长期。你看，从7月2020年的7月到这边，每次到2004几、2005几都上不去。那这次好像又开始出现上影线，所以其实你在观察的边界，我觉得是对的，只是眼前到更小的刻度看到，我觉得那个刻度还没有到很友善，这样好不好？你知道到后来，我已经猎人是我很早就放弃等他的一部漫画了，这样 OK。有同学问说，要如何在大格局画2条线时判断趋势？好问题，这个问题超棒。我不判断趋势的。一般人讲的判断趋势是指，他们会说，眼前的趋势是多，所以我往多走。然后眼前的趋势是空，我往空做。No， 请把判断趋势这几句话完全移出脑袋，从此不要放在你的交易法里，一次都不要。你的交易法只需要照着我们的顺序、位置、惯性图讲完了，趋势会不会出去，关我屁事啊！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不在乎趋势出不出去。但是有个东西可以跟大家聊，例如说小娜，来，在昨天以前这一段路都往这边走，对吧？本来的涨多跌少，本来的这段都一直维持这个，请问你它是不是开始变跌多了？所以如果接下来是跌多如果这边变涨少，我是不是很明显看到它从涨多跌少变成跌多涨少？我看到的是惯性的改变，但是惯性改变也不代表我一定要在这里做空趋势转空我就做空。No， 你要空的东西一样是例如说位置惯性图嘛。假设我要做空，来日线抓出来。假设我要做空，上面这边容易产生上影线，那大概就是快要到的这附近，那我就抓一下啦。如果快要到这附近，那不就是约略在这边吗？那我就等嘛，等它干嘛？上来，然后怎么做？上来以后，尖尖的朝上，躲后面。如果你是这样子在这里做空，那我觉得还有话说啊。你需要在乎趋势吗？不用，你要在乎的是眼前的惯性。所以我永远是做多在，注意听我讲这个很重要，我是做多在大格局涨多跌少，涨多跌少，涨多跌少的跌少，有没有？所以你看，如果我是做多在大格局的这种地方，假设这是日线，然后在日线的里面，我同时间在这个地方放大来看，我看到当时的60分 K 居然也是这种下杀，然后整理，有一些尖尖的这里，我在短格局里面吃到这个单子，说不定不小心会让大格局帮我把这个海浪给带出去。在我吃的时候，我永远都不知道未来会长什么样，我只在乎我吃的样子，以及我吃的当下，我可不可以规划说，如果让我吃到了，我的计划是日线计划，把这一段做出去，到这边出场，OK， 或是我要做的是小时 K 的计划，做到这边，然后可能到日线的上缘，就这样出场也 OK，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想法吗？
所以把那个趋势拿掉，不要管趋势。所以你唯一要做的，就照着我们的这个顺序，位置惯性图讲完了，真的讲完了，好不好？然后同学说，贪婪跟恐惧指数，真的，其实如果你有去看贪婪跟恐惧指数，这个超好玩的，来，我叫出来给大家看。各位，昨天在80多，才一天就跑到这里去了。昨天在这边，在80这里，所以昨天的在下杀以前，全市场是它那个这边是极度贪婪，结果果不其然，蹦，好吧？我跟大家说啦，你要做存股很简单，你就看这个，凡是在这边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讲存股，你叫他去吃屎，好不好？这里要存股当然是这种时候啊，怎么会有人在这种时候叫你去存股嘞？大概这样，讲完了，好不好？好啦，今天最后的投影片帮大家收尾一下。所以其实隔壁开了就是这样子，上半部这边太贵了，太撞墙了，我不吃，好不好？下半部这边太接刀了，我也不吃，所以能吃的地方就只有这个。这些小编做的图我会放进之后我的书里面，这样子，所以各位之后会在书里面一样看到这些图，这样好不好？对，有同学说我今天讲的是 Yota 加强版，也差不多哎。其实因为我们讲到后来讲的就是这个。最后我带大家讲一下，最近 Jack 跟我们很努力的在帮我们的训练群组做出一些这种认证表的东西，而这个认证表就是我们会希望是我们有东西去检核同学的你现在练习到哪个地方，哪些标准，而且是可以量化的。所以如果像你有进来我们训练群组，现在还没开始，我才正要开始做这件事情而已。然后我们会慢慢的开始帮大家做认证。那认证基本上我这边有写，如果你5个阶段就是你有认证到我今天讲的这个边阶段打这些，你都已经做在这里了，这样，那我会送你一张这个滑鼠垫，寄给你哦。那如果海外的同学运费我吸我抽，运费我出，海外的同学我一样寄给你，好不好？不过拍摄这个是训练群组用。然后呢，等到前面5个阶段，后面还有这些，还有这些哇，例如说你要做标准图的识别，像我们下个礼拜我讲一下吸引力法则的，再下一次我就会讲标准图，再下一次就会讲亚当，然后你要练习打图的练习，然后对面亚当等等，这些一路做出来。那这些过程我们会要求我们要看到的，有没有看到？要做50张，光打标准图50张就够你玩的了，这样好吗？好，那今天基本上都会差不多到这个时间了哈。好，今天就是准备要结束，那我借着眼前这段文字先做一个引言，下个礼拜的引言。这段文字的来源其实是最早以前是来自我看的那部电影，那个叫什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就是我好像讲过，其中有一幕是他们一群主角坐在海堤边，然后看海的时候，然后男主角就说：“我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有一点点的不同。”有没有？我应该是这句话吧？他那一瞬间的那个感觉就整个放在我心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想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随着我先起心动念的把我的善意释放出去，很好玩的是，宇宙似乎听得到我的这个起心动念，然后他会莫名其妙在一些地方开始回馈我，而且我不是为了回馈才对别人好，我是他妈的我就要对你好，我管他有没有回馈，我不是为了回馈才对他好的。如果你是为了要做他生意才对他好，你已经是有目的，你想要求代价的，有没有？这个都没有用。所以我们讲的就是我就是爽啊，林北就是爽啊，我要对你好啊，怎么样？你管我？大概就是这种想法，这样好不好？好，那所以我才会开始说把这个列入我的投影片的最后一章。我希望我们这边现在有961个同学在看，我希望我每个礼拜就把这个观念，然后一直散播出去给大家，然后这些影片都留在网络上面，所以每天多一个人有这种观念，我们这个世界总是会变得更好一些嘛，对吧？
我们就有这种想法就好，好不好？来跟我念哦，好不好？有什么同学说结果九把刀，九把刀选的谁？那个我不知道，我不讨论了，好不好？来，每天都是好棒的一天，会有好事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会尽力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过得更好。OK， 那新同学们一样，都年底了哈，这一年份由新的往旧的看。那这份这个裸 K 交易训练菜单哈，其实如果你有把最近的课程追一追，坦白讲，你可以不用买了，因为我最近的课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之前会出这个？因为我们的影片量很大，然后内容四散在各个地方，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集合的方式，帮你整理过，然后教你怎么训练，这样子好不好？那基本上今天的课程到这边咯，好不好？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